荒唐！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秀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殉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，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居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正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扣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长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球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冯令公有令，命我领2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
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常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哦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，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
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，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，请关城门。数万黎庶嗷嗷待哺，将他们关在城外，放任贼兵去残杀吗？这是打仗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岂容得妇人之仁？相公，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。民高，不肯为妇人之仁，看看这城是门要做残民之贼吗？当官不当官？城坚可视，诺。民心亦不可弃。吾等世受国恩，当以死相守。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去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。下官见过薛公。你认识我？下官不认得薛公，只是昨日中书下了札子，以薛公为开封府判官。如今城中大乱，蜀中左吏差役都早早各自逃回家去。这个时候能来到此处，却又身着公服，那肯定是薛公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身居何职？下官吕应，幽州安次人，现任李曹点检文字，梳理政变，整饬词讼。这开封府中还有其他人当值吗？回禀薛公，天清帝现在急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谁人能不惧？谁人能不牺牲？谁人无家小老幼？就是说没有了，只有你一个。吕参军可有表字？蒙薛公垂询，下官表字余庆。余庆。余庆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好名字呀！可惜生在了这么个岁月里。余庆，自此刻起，你暂设开封府陆氏参军事。下官年资浅薄，恐官是用来做事，不做事便不为官。如今的开封府，自本官之下，以你的年资最长。是，下官谢过薛公。大郎，人太多了，这样下去不成啊！兵乱一起，除了京城，他们还能去哪儿？这些都是基辅之民，现在汴梁便是他们的家。可是大战在即，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腋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？必是不会少。张太尉又不是第一天当将军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干脆……即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天底下乱成这样子，是他们的过错吗？与其在此物色游人，还不如想想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。安置流民也好，抵御贼兵也罢。汴梁的清军侍卫，这吃了这基辅百姓许多年的粮税供养，总得做点正经的事情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吧。你这郎君，一张嘴说的倒是好不轻松。眼下的局面，天子和相公们都没法子，咱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头兵，又能记得了什么事情？行了，莫要与他争辩。
通知兄弟们上马。去哪？下寨。守副城。大郎，你是守城必先下寨，此乃军中常法。城外没有应援之军，城内看运兵力不过数千，而张太尉至少2万兵马，兵力悬殊。正等到大军围城之时，这10几里长的城墙，纵使几千人都镇上来，他也是顶不住。野下兵骑兵多，契丹人又是骑射渔猎之族，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强攻，骑着马围着城墙跑上几圈，就能把我们活活累死。大郎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是咱们只有一个指挥，撑死了也不过才200多人。整个野下大军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下去，又如何能做到凌晨下寨呀？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，不敢打。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子。大郎，是战是降，朝廷与相们都尚未定论，咱们也不能急于这一时啊。大郎，就冲你刚刚这句话，我这就去中书门下，去请冯令公的手札。兵贵神速，不等他了。传将令，全军上马。诺。灵公，犬子莽撞孟浪，自作主张，皆因末将平日未能严加管教之故，请令公治罪。令公，贼众我寡，若不能出城下寨，内外呼应，成犄角之势，则京城不如不守。起来吧。谢令公。守城之要，在内有足食之粮于外，有可援之兵。如今京师的局面，哪里来的足食之粮？又何曾有可援之军呢？城中的公卿将相，谁家没有个3、500担粮草？带着兵一家家的抄过去，10余万担粮草总是能够凑得出来的。如今城中大约有17000、8000户人家，以一户每日耗粮10斤起，每日总共不过2000担。若再省着点用，足够支应2个月了。那2个月之后呢？太原令公可否愿意率众，星夜南来，2个月之内解我京师之围呢？不能，不用2个月，1个月也不用。10日能守住吗？说实话。京师兵马，算上侍卫亲军和宽衣控河，不过也就5、6千，但真正能够上阵杀敌的，恐怕连半数都不到。正是如此，这些兵若是守在城墙上，还能勉强得用；如若城外野战，转眼之间便会跑散了。守在城墙上，能用？能用。军贵，哎，以你之见，守城10日，需用多少兵？那要看杜令公给张太尉多少兵，也要看契丹到底派了多少弓照兵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带来了多少粮草。
他们能在城外找到多少人，便能有多少粮秣。这是御街勾当的清闸。禁卫清军前日平乱，当街杀了26名军士，皆为奉国军所属。最高的是一个小使臣，要寻得苦主，发丧烧埋。库府钱粮还有多少？锁头被砸了，下官查验过了，1文钱，1匹绢皆无。禄米便更不必说了。正是，人心惶然，这个时候，谁还会顾得及朝廷的法度？朝廷法度既不得势，手里没有钱粮，便没有人肯出来做事。如此时局，原也无可奈何。即便是天塌下来，事情还是要做的。请薛公吩咐。这第一件事，便是借钱。快些，再快些！大佬，这200军卒守城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叫他领教领教。咱们汴梁侍卫清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，人不多，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赴城外200-300步有真骑车后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令公，北朝大军驾抵邺都，我家太尉奉了君命，提兵南下京师，问罪于南朝君臣。当此鼎革之际，令公为当朝首相，自当明晓时事，使罪人重贵，自去帝号，戴罪南衙，迎太尉大军入汴，以安黎庶。拿来吧。拿来？拿来什么？制文、诏令，你有吗？在下虽无制文诏令，但所言所著，句句皆是实情啊，令公。即使没有，插出去送开封府，以行骗论罪。不，来人！令公，令公，令公三思啊，令公！令公，文肃，下官在。你到唐察，宣召京师3品以上文武公卿，外藩使臣，2个时辰后，简贤讲武殿议事。下官领命。契丹大国代价何止100万，杜令公之腋下亦有20万貔貅猛士，一举而下汴梁，不过反掌监视。
大使与司空凭吴越王之命北来，想必自有官封权宜之计。如今天清在即，时加10余载，气数已尽，吴越诸军当知大事。张太尉如今提大兵10万，兵临京师，破城之日，恐无完卵。尊驾来此，是想要我吴越弃朝廷而奉契丹？北朝大军乃不世出的圣人，岂是诸位想见就能见的？若无重臣引荐，大使与司空，怕是连大军之兵帐都进不得。使君，开封府有人来拜。吴越一向公事朝廷，勤修贡事。使君与司空此来，所带银卷珠玉，想必不在少数。纵使当下社稷崩乱，局势败坏，主公要替吴越改视他人，怕一时也难于计议。腋下的杜令公，未见得有天子气。契丹主雄踞北方，成为豪盛，可能否入主中原，亦未可知。张太尉昏聩贪比，一匹夫耳，更不堪论。主公所携礼敬，怕是一时送不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多少将携出来，以安抚京师黎庶？既然仓促寻不得中国之君，善事中国之民，也是正理呀。哪里来的无赖，竟敢如此无礼！哎，尊驾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杜令公和契丹主，皆不足以臣之。那依君所见，当今圣主何在？司空何出此言？当今天子自驾坐在资德殿内，未尝有退却外善之志，天下何来他人圣主？你想借多少？多少全凭司空心意。京师10万黎庶，嗷嗷待哺。豪富之家虽属100万，亦不为多；贫寒小户虽捐地至县，亦不为少。既如此，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做主借贷10万银券于开封府，只是需立下字据，以抵扣贡事，如何？你能做得主吗？我乃开封府判官，此等小事，如何做不得主？司空大手笔啊！张太尉一片拳拳之意，却当成了耳旁风。10万银券，宁可扔进水里，也不肯拿出来劳军。我方才让你帮我做件事，便是将这个偷了我茶杯的毛贼缉拿归府，以律治罪。休要污蔑我！谁偷你茶杯？人赃俱获啊！还请司空命贵府绑了此人，我拖他回去。来人！是不是借多了呀？借都借了，多少还重要吗？那是不该借啊。何为该借，何为不该借？